他是以色列的领袖之一，名字写在族谱上，地位不凡。他不是因为战死沙场或为百姓殉职而出名，而是因为带着一位外邦女子公然走进帐篷，犯下极大的罪。那天全营哀哭，一场瘟疫正在夺命，而他却在众人面前与异族女子行淫。正当众人不敢相信眼前所见时，一个年轻人握紧长矛，沉默地走进帐篷。什么样的爱情值得用命换？什么样的愤怒来自对神的热情？这不是古装肥皂剧，而是民数记25章里惊心动魄的一幕。以色列人住在什亭的时候，被摩押女子诱惑，参与拜偶像和性崇拜，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，降下瘟疫。当一名以色列男子公然带领一位米甸女子进入帐篷，菲尼哈看见后立刻起身拿枪杀了2人，止住了瘟疫。神因此赞赏菲尼哈的愤恨是出于对他的热情，赐下平安的约。最后神吩咐以色列人攻击米甸人，为这次引诱报仇。Alan 是一间新创公司的共同创办人，30岁出头，外形挺拔，讲话带点幽默，是团队里公认的颜值担当。他有一位交往多年的女朋友 Maggie， 是从大学时期一路走来的伴侣。他们曾约定等公司融资顺利就结婚。事情发生在那次他们与一家大型国际企业的合作提案会议，对方派来的一位主管名叫 Sophia， 气质出众，谈吐优雅，眼神时常带着一种我懂你的暧昧。 Alan 原本以为这只是工作上的交流，但 Sophia 的言语越来越直接。有天她半开玩笑说，我觉得你比文件还吸引我。 Alan 尴尬地笑笑，心里却觉得受宠若惊。之后的几次会议，他们单独讨论细节， Sophia 总会安排在晚上7点以后，这样比较不会有其他人打扰。她的话总是模糊，但诱惑的氛围越来越明显。有次她传来讯息，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之间有点特别的连结？ Alan 陷入挣扎，他从没想过自己会心动，但 Sophia 的出现让他开始怀疑自己对感情的忠诚。事情的转捩点是某天晚上， Sophia 提出一起出差考察的建议，2天1夜，住宿由对方公司安排。当 Alan 在手机上滑到 Maggie 传来的一张旧照片，他们大学时一起在教会营会里笑得灿烂的合照。那一刻，他仿佛突然苏醒，他关掉手机，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呼出一口气。第二天，他当面向 Sophia 说，对不起，我有女朋友了，我不能参加这个出差，也请你以后别再这样暗示我了。 Sophia 先是沉默，然后笑了一下，淡淡地说，你是个有原则的人，我欣赏你这一点。合作案最后没成， Alan 承受不少压力，
也被公司里几位男同事亏笑。你是神职人员哦，连这种机会都放过。但 Alan 心里知道，他保住的不只是与 Maggie 的感情，而是自己的灵魂不被诱惑扯走。民数记25章关于看似微不足道的妥协如何引爆致命后果。诱惑不一定张牙舞爪，有时披着礼貌与欣赏的外衣潜入心灵，而拯救有时来自一个看似过激但其实为神而行的菲尼哈时刻。现代的我们不会像菲尼哈那样拿矛出手，但我们是否有那份为神心碎、为真理站立的勇气？菲尼哈不是没有挣扎，也不是没有损失，但他赢得了自己最不想失去的东西，心中对神的忠诚。